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的丁海燕老师，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。今天我们讲解算法的概念和算法的描述。通过上一章的学习，我们知道通过编写正确的程序并上机运行，可以给出问题的求解结果。那么，如何编写程序，利用计算机进行求解，才能实现解决问题的要求呢？下面介绍算法的概念。帕斯卡之父、结构化程序设计的先驱奥斯提出了一个公式：程序等于算法加数据结构。算法是贯穿在所有计算机程序设计中的一个基本概念。算法是程序设计的核心，是程序设计的灵魂。算法的好坏直接影响了程序的通用性和有效性，影响着解决问题的效率。那么什么是算法？下面我们先看一个例子。一名学生要上大学，需经历一系列的步骤：一、填高考报名表；二、拿到准考证；三、参加考试；四、填志愿；五、获得录取通知书；六、到大学报到注册。这里考入大学的1至6步骤也是算法的体现。算法是为解决一个问题而采取的方法和步骤。人们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为：明确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脑中收集信息，根据已有的知识、经验判断、推理，采用方法和设计步骤解决问题。算法必须通过程序运行来实现。算法的好坏直接影响程序的通用性和运行效率。下面通过一个案例进一步说明解决问题的步骤。第 2.1 农夫过河问题。有一农夫带着一条狼、一只羊和一筐菜，想从河的左岸乘船到右岸，但由于船太小，农夫每次只能带一样东西过河，而且如果没有农夫看管，狼会吃羊，羊会吃菜。请问农夫怎样过河才能把每个东西安全送过河？分析思考。要使农夫能安全地将这3样东西带过河，只需避免农夫与狼和羊、农夫与羊和菜不在同岸的情况发生，农夫即可把每样东西安全地送过河。解决方案1：第一步，人和羊过河，人返回，留下羊；第二步，人和狼过河，人和羊返回，留下狼；第三步，人和菜过河，人返回，留下菜；第四步，人和羊过河。在这个案例中，算法就是解决方案，而且步骤是有限的。农夫只要按照上述4个步骤，即可把每样东西安全地送过河。当然，解决方案不是唯一的。下面来看解决方案2。步骤1：人和羊过河，人返回，留下羊。第二步，人和菜过河，人和羊返回，留下菜。第三步，人和狼过河，人返回，留下狼。第四步，人和羊过河。可见，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和步骤。对照人们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，计算机解决过程可简单的概括为：分析问题、设计算法、编写程序、运行程序、验证结果。图灵奖得主克努特给出算法的定义：一个算法就是一组有穷规则，这些规则给出求解特定类型问题的操作序列。算法的特征：一、输入，一个算法有0个或多个输入；二、输出，一个算法有1个或多个输出；三、确定性，一个算法的每个步骤都必须精确的定义；四、有限性，一个算法应包括有限的操作步骤，能在执行有穷的操作步骤之后结束。五、可行性，一个算法一般认为是可行的，在实际的算法设计中，还要注意算法的通用性。当针对一个问题设计出算法后，该问题的多个实例都能被求解。对算法的评价从5个方面进行：算法的正确性、可读性、健壮性、效率、存储量需求。有3种常见的方法描述算法：一、自然语言描述算法。例 2.2 用自然语言描述解决下列问题的算法：已知圆半径，求圆面积。算法描述：开始：1、输入半径 r 的值；2、计算面积 area 等于 3.14 乘以 r 平方；3、输出面积 area 的值。程序结束。例 2.3 用自然语言描述下列问题：求任意2个数 a 和 b 中的较大数，并输出这个数。算法描述：开始：1、
输入 a 的值和 b 的值。2. 如果 a 大于等于 b， 则输出 a， 否则输出 b。结束。第 2.4 用自然语言描述解决下列问题的算法。求出从1开始的连续 n 个自然数的和。算法描述：第一步，输入 n 的值；第二步，设 sum 的初值为0 ，i 的初值为1；第三步，如果 i 小于等于 n 时，顺序执行 S4， 否则执行 S7。第四步，计算 sum 加上 i 的值后，重新赋值给 sum。第五步，计算 i 加1，然后将值重新赋给 i。第六步，转去执行 S3。第七步，输出 sum 的值。结束。第二种描述方法是流程图。使用流程图描述算法，就是用一组标准的图形符号来描述算法。常用的流程图符号有：圆角矩形表示一个算法的开始、结束；平行四边形表示算法过程中从外部获取信息或将处理过的信息输出；矩形表示算法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信息只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；菱形表示算法过程中的分支结构，在菱形框中标明判定条件；箭头在算法过程中指示流程的方向。第 2.2 已知圆半径求圆面积。下面用流程图描述的算法如图所示：输入 r， 计算 area， 输出 area 的值。第 2.3 求任意两个数 a 和 b 中的较大数，并输出这个数。用流程图描述的算法如图所示：输入 ab， 若 a 大于等于 b 成立，输出 a， 否则输出 b。第 2.4 求出从1开始的连续 n 个自然数的和。用流程图描述的算法如图所示。用伪代码描述算法，请大家课后自学完成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算法的概念和描述我们就学习到这儿，下节课再见。